很疼吧？你在关心我？我只是觉得很对不起我自己。认识你以来，这样的痛我都不知道尝了多少次。身体发福都是我的，我却没有保护好自己。很好，凡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你这罪没白受。好了，你好好歇着，我先走了。留下来吧。留下来干嘛？别误会，杀死九公主的凶手还没有找到，而我又在查办此事，以防万一，你还是不要一个人待着。原来你在担心我。你别误会，其实我知道，你为人虽狠辣，但痴心一片。除了何为兰，心里容不下第二个女人。我不会错意的。你想做什么？这几日发生太多事了，我有点害怕。以前我娘还在世的时候，都会握着我的手入睡，这样我便睡得安心了。你要的东西。红颜果然是祸水，就是繁星絮也逃不掉。红颜若是祸水，那须眉不都是灾星了？这些都是失败的男人给自己找的借口罢了。当然，小叔和他们不一样，无深信，子之才，前途未可限量。大事既定，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那是自然。繁星絮那边，他在忙九公主的事，在他未察觉之前，你最好动作快一些。魏彦侯，这就是你查出的结果。圣上，此案分明是有人故意杀害九公主，嫁祸于大使节，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和谈，让两国陷于仇恨之中。有何证据？经仵作仔细查验，九公主的死因是窒息，应是被人掐住脖颈，导致无法呼吸而亡。这些我都知道。臣发现公主的脖颈、手腕、头皮等处皆留有细微的伤口，而这些伤口来自于围场的荆棘。这又如何？她进入围场狩猎，被荆棘划了几个口子，那有什么好稀奇的？确实不稀奇，但如果这些伤口是死后才出现的呢？活人的血流动快，受伤后容易血流不止，但死人却大不相同，血液流速慢，且颜色与活人愈合的伤口有所不同，所以臣断定，九公主身上的伤至少是死后2个时辰才出现。你的意思是？大使节进帐之前，九公主就已经死了，而九公主并非死于大使节酒后误杀，而是白日在围场已经死亡。凶手将她的尸体从林间拖拽回来，安放于大使节房内。另外，臣发现，在大使节的酒中有人故意下药，使其昏迷。下药之人我已经抓住，只可惜他是被人以书信收买，并未见过收买之人。可恶！到底是谁？太后驾到！
后，太后吉祥。不用说了，都起来吧。方才哀家在外面都听得一清二楚，我的小九才刚刚及笄不久，便惨遭此难。他死得如此痛苦，哀家实在是寝食难安。魏远侯说是有人利用小九的死破坏和谈，我看却不尽然，因为这和谈是你主持的，使节团也是你负责招待的，此事与你利益甚大，难保不会有意包庇。且之前小九被禁足，究其原因，也是因你们夫妻二人所起。你的调查结果，我不信。母后，此事圣上，边关急报，魏远侯擅自调动兵马，致使防线空虚，邻邦趁隙而入，大举来犯。我军措手不及，折损将士甚众，情势万分危急，还请陛下定夺。魏远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文书上的印鉴是真，可是此文书并非我所发出。圣上，臣要告发樊兴绪通敌叛国之罪。他早与大使节勾连，收受其好处，想要在和谈中牟利。其次，他提及的给大使节下药之人，就是他故意买通做伪证的替死鬼。圣上若不信，可以招此人上殿询问。一派胡言！圣上，圣上，他这是故意诬陷。圣上，臣妇有事相报。这边关文书，臣妇在侯府见过，由夫君亲自送出。臣妇惶恐，实在不敢隐瞒，这关系到两国民生，望圣上明察。魏远侯樊兴绪煽动兵马，致边疆大乱，大使节杀害九公主，魏远侯故意包庇，罪无可恕。即日起褫夺其侯位，将此一干细人缉拿入狱，即刻问斩。左右逢源，见风使舵，是我高看了你。你不是心心念念你的心上人吗？我只是想成全你，让你早日下地狱，和你的小情人相聚。魏远侯，你疯了吗？还不快将他拿下！斩！这次如此顺利，多亏了有你误导樊兴绪，给了他错误的线索。之前被他抓住，审讯的时候，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啊！要不是你把我救出来，也不会有我今日。上面允我几日后离府，
这侯府很快便会被朝廷收回。等我将在外礼佛的妹妹和祖母接回，我便带他们离开大燕。宁王答应给我的新身份和勋爵之位，主上不希望两国和谈成功，这件事你办得很好。他之前说过的话，也必然不会忘。这是主上提早为你准备的通关文牒。那便好，但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件事情要做。何事啊？小叔这是何意？想要杀人灭口吗？你很聪明，但聪明的人向来短命。你不是已经被……我没有死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你们耍我！是我让他主动接近你，也是我让他故意自保，将目的告诉我。一切都只是为了打消你的疑虑，让这场戏更逼真罢了。你这个人向来自负，绝对不会相信自己判断失误。沈渊之，他几次三番要杀你，却回来将你日日折磨，你为何还要帮他？并不是我不想与你合作，一开始我确实存了在你与他之间周旋谋利的心思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我想看你们兄弟相争，谁占上风，我就倒向谁。所以你是觉得他占了上风？不，是你太卑劣。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子，但也是朝廷俸禄长大的尚书之女，深受国恩，不思相报，反为敌谋。此等其家国于危亡、背信弃义之事，我是万万做不出来的。什么狗屁家国！若不是那狗皇帝传位给他，魏远豪还不一定谁当。都是一个爹生的，凭什么你是侯爷，我只是普普通通的勋贵？属于我的东西都要被你抢走。樊兴旭，我不会输的。